说到度假，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阳光、沙滩、泳池以及丰盛的饭店早餐。但我这次有个大胆的想法，源自于淡季时我来到了函馆。这里没有金黄沙滩，却有壮丽的沿岸，让人用另外一种角度欣赏海景。没有炎炎夏日的泳池，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泡进热腾腾又疗愈的温泉。对我来说，函馆已经成为冬季度假首选。一晚4000多元的3人房，生食级海鲜自助早晚餐，加上许多免费又美丽的景点，让一家大小都能开心畅游。这些都是东南亚度假国家无法给你的体验。或许你现在还难以想象这种感受，不妨先跟着这集的内容，一起看看我眼中的淡季函馆吧。我们现在来到函馆公园，这整个公园里面呢设施非常的丰富，里面有小小的动物园、儿童乐园，然后有一般公园的游乐设施。那儿童乐园的部分呢，好像需要一点小小的门票，大概是300多还是300日币吧。那整个公园呢，非常的昭和感，很像以前我们旧的台北市立儿童乐园那种感觉。那其实函馆这整个城市呢，我们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复古的风情，因为呢路上还有电车在行驶，然后招牌啊，那个整个配色都是很昭和感。其实你在路上看到的招牌，很多都会写什么昭和什么，其实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公园蛮厉害，就是它其实也可以赏樱，但现在才花苞还没开而已，才正要开。好，我们先进去看看吧。日本的这种公共设施真的很佛心，像我们现在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蛮多的动物，浣熊啊、迷你马、兔子，这些部分都还不用收费，就像你逛公园走进来就好了。这上面介绍世界各国的鸡叫法，讲好奇怪哦。然后蛮有趣的，就是像我们熟悉的，它中国的话就是写说是叫做狗狗给。中国是狗狗给吗？这样讲吗？这里日文拼音写口 K， 那是不是翻过来就是我们在讲的狗狗给？两只 pony 好可爱哦，它们的尾巴还绑了蝴蝶结，名副其实的马尾啊。毛好顺哦，虽然你属马，但你毛就没那么顺。你标示说这只鸡叫乌骨鸡，因为乌骨鸡是白色的，所以呢要把它的毛都拔光了之后，要看里面才知道是乌骨鸡啊。我第一次知道乌骨鸡是白色的，而且毛还那么顺，比你还没有。这边的 CP 值是无限大，因为不用钱。可以看这个呢。而且他们的设施都做得有点有趣，他故意弄个桌椅在里面给这个山羊跳，他真的不怕它跳出来吗？这样子他才会上来，然后大家才有好戏看。不是，就是模仿一个有岩壁，然后让它攀爬的感觉吗？我们来到这里啊，突然有一种好像回到之前的圆山儿童乐园的感觉。那不过这边的儿童乐园呢，年代感更久远一些，然后整个复古的感觉很浓厚。像它很多的设施啊、椅子啊、木马啊等等的，就不是那种塑料感，而是木头手工感、昭和感。没错，直接用这3个字就够了。我们可以想象之后在这里樱花开了的样子，大人呢带着小孩来游玩，然后在樱花树下赏樱野餐，真的是非常惬意耶！大人小孩都会很开心的。设施啊看起来都相对温和一些，适合小孩子玩。那我觉得日本呢在亲子的分龄上面做得很好，小孩就是小孩，青少年就是青少年，需求是不一样的。消费方式也跟我们以前旧的儿童乐园很像，就是你要乘坐设施的话，你就要买券，一张是350日币，那你也可以一次买8张，或是干脆买那种吃到饱的票。他这边应该是没有吃到饱的票，有一日2800日币。年龄限制呢是2岁以上到大人乘坐都要收费，那2岁以下呢，基本上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乘坐。好玩。不错就是不用门票也可以玩这些东西。对啊，真的非常的佛心。免费玩，还要门票，而且门票是一次性的。这边的玩具是不是很多家里都有？但是这里的比较好玩。对。其实这样讲也没错啦。我跟你讲，你今天在樱花树下吃三明治，跟在家里吃就是不一样。这样说好像也是啊。要
到另外一只手吗？不是啊，另外一边还有个洞。那你摸得出来是什么吗？应该摸得出来。姐姐有摸出来哦。对。是什么呢？什么什么？我在哦， Nice，Thank you。这小子真的很开心哎。我们现在在函馆山的东南侧，一个叫做历代甲的地方，它是深入青津海峡的一个夹角。那其实在这边呢，如果天气极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对岸的青森县。那显然今天就是还不够好的意思。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它远处有一点点雾的。对，所以看不到。那但是另外一面的话呢，可以一览整个这个海湾的风景，是非常的漂亮的。地形啊，稍微有一点那种柱状节理的感觉。其实呢，整个味道跟我们北海岸是还蛮像的。其实就是这个方向，青森就在那一边。那今天天气够好，可惜就是雾气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完全看不到陆地。在这边周围可以看到很多鱿鱼的标志，那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像在这片海域呢，夏季到秋季的夜晚啊，会有很多钓鱿鱼的船在这边活动。那像我们今天早上吃的有一道菜呢，就是在鱿鱼里面去塞饭。其实我们大家在夜市里面应该已经有看到蛮多像这样的东西了，没想到呢。是应该是日本先开始的吧。我也不知道早上是鱿鱼还是乌贼，应该是乌贼啦。我刚下车看到这片风景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到底是先开始思考人生，然后才开始看风景的，还是呢，你看到这边风景才开始想要思考人生的呢？方呢，它其实还有战略上的意义，因为以前的人呢会在这边观察，有没有敌舰入侵。因为这片海域啊，你海上有任何的活动的话，在上面看是一览无遗的。然后呢，也因为它漂亮的风景啊，留下了很多艺术作品，像这边有很多有名的诗歌，甚至我刚刚查，还有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历代甲》。因为歌听起来很像那种，就是台湾比较以前的台语歌这样，小调的，会不会收版权？不会，唱得不好。Genki desu ka？ 你又要 OA Genki desu ka？ 对，没错，太多了啦，好用。现在在八幡坂的附近，这边呢有很多的和洋式建筑啊，很多的小小的咖啡店，整个啊非常的有昭和感。然后呢，在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蛮大的教堂，所以显示说这附近从前可能有蛮大量的西洋文化进入。那我现在脑海中的昭和感是什么吗？什么？布丁。因为我现在看到这种店，我就想象里面应该有很多那种好吃的布丁。如果里面卖的是统一布丁，可以吃吗？他不会卖统一布丁啊，你怎么会这样想？你这样讲统一布丁，我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无法取代的味道。这条路好漂亮啊！如果能够住在这里有多好啊！到处都是教堂，感觉很漂亮，对不对？我们看人家这样，其实我们住淡水也是长这样。对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体会就是人家跑到淡水的感觉，有没有？当然，我觉得漂亮也不只是教堂，所有的小房子都很有味道。这里真的很像淡水的感觉。对啊，又是洋式，又是教堂，然后又有日式这样子。那你干嘛不待在淡水，不要出来就好？我也很喜欢淡水啊，我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淡水啊，稍微不一样。我觉得这里很有趣，很像在跑道上面散步。这里是八幡坂，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拍照。那其实我觉得呢，这个点拍照是有一点点危险啊，因为这是上坡，然后车子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车子呢好像从自己直冲过来，万一它真的是刹不住，可能就真的撞到喽。这条道路非常的笔直，直直的通向港口，所以从这条街的
镜头呢，你就可以拍到海景跟旁边两旁的街道，非常的漂亮。这基本上是函馆大家必来的地方啊。我们本来要去看百万夜景，但是我们想要开车上去没办法。对，那也不想坐缆车，你应该也不想坐吧？对，我没有对缆车有很大的兴致。我是觉得，体验过一次就可以了啦。我有体验过。这条街道呢，有一点点吉普力的画风，所以我们每走一段路就停下来拍照。小小一段路走了好久好久。那这条八幡坂呢，其实是因为它附近八幡宫的关系，那坂呢是坡道的意思，所以只要我们看到有坡道的地方，它就叫做什么什么坂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了金森仓库群，这里是函馆的第一座商业仓库，见证了这边海运繁荣的一段历史。那其实它以前呢，曾经一度被大火烧毁，现在是重建之后的样貌。那这边呢，现在是观光客很喜欢的一个旅游地点，因为呢，这边大概有50间左右的商店贩卖的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伴手礼，很多呢大家喜爱的北海道的一些伴手礼，比方说六花亭啊、白色恋人啊，你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我们现在来仓库里面逛逛，我看到这个标语呢，被它吸引了。这个念成台语就蛮好笑，弯转摸看几看啥。然后他想说，这个筷子非常的万能，然后我想说来试试看。他这边呢就给你黑豆让你试夹，但是我一夹呢，我刚刚怎么夹都夹不起来。在我身上是反指标吗？哦，也可以。跟我们台湾的仓库群其实看起来都是蛮像啊，大同小异。现在作用也都是差不多，博尔特区啊、华山艺文特区啊等等的。哇，这里有各式各样亮晶晶的东西，不会像是那种粗制滥造的纪念品。其实我觉得还蛮有逛的价值的。好逛吗？你觉得这里非常好逛，而且我觉得价钱是 OK 的。再看一下你的战利品。我买了一个子母口金包，这里面可以放零钱。然后我挑了一个比较沉稳的花色，虽然说看起来像老奶奶花色，但是比较耐看一点。吃的是小丑汉堡的分店，那它的本店呢在那个方向。那我后方的这个小丑汉堡呢，它打着一个可以看海景的这种名义，然后呢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很有轮船感觉的，我觉得这个小丑汉堡真的很有 feel。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只有旧的，而且那时候小丑汉堡好像还没什么分店，几间而已，不像现在那么多。这边有非常多的仓库，基本上呢是分4个区域，那里面都是一些纪念品店、商店等等的。那我们真的是拍不完、讲不完，所以就留给大家自己来慢慢逛喽。好逛啊，我觉得可以，没来过真的可以来看看。关掉，我要去逛街了。有一间乐高商店，它不只有在贩卖乐高的商品，还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免费的玩，你只要在这里登记就可以了。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轮流在这边呢顾小孩，那另外的人就可以去逛街了。你的意思是爸爸顾，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阿公阿妈顾，没有啦，这样子。这里好玩吗？好玩，好玩在哪里？就是可以自己找乐高，然后拼一个东西出来。哇，有非常多可以拼，对不对？嗯。你还会想再来吗？嗯。5人锅城鸡，跟你讲，这里是北海道唯一的国定特别史迹。对，没错，它这边呢是一个西洋式的城塞。那其实这个地点呢，很多观光客都会来，所以是非常知名的。那我没有想到说，原来它是一个防御设施。那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塔上面呢向下眺望啊。冬季的时候，如果下雪布满雪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星星的轮廓。然后在樱花开满的时候呢，会得到一个粉红色星星的轮廓，很漂亮。其实那个上面塔我去过2次，
然后我因为第一次是很小的时候，后来长大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跟北投焚化炉有什么差？对，那因为我是没有带到很正常的季节来，就是说应该很漂亮的季节来，但我应该不会想再上去。你看一看，你会想再上去吗？因为我觉得不是时候，你一定要在它是白色或粉红色的时候来，会特别漂亮。这个墙角了没有？这就是5人锅了，其中1人。周围全部都是樱花树，他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含苞的状态了。那再过个大概2个礼拜吧，应该就会开花了。想象一下，满满的樱花树，所以等到它们满开的时候呢，一定是超漂亮的景象。在下面沿着护城河走，其实也是很漂亮。那在这边呢，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因为我们一路走来没有听到什么台湾的口音，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听到非常的多，很熟悉的感觉。淡水也会觉得好像在国外，因为旁边都是韩国人。以往都是从上面看下来，这一次换我从下面看上去，再上去，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谈情说爱，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偷窥呢？他们看下来就不是吗？奇怪。我们现在继续往城里面走了呢，就到了香馆奉行所。那我刚刚走到这片空地的时候，就觉得这里超级漂亮，因为后面呢可以看到雪山，然后旁边的松树呢跟这个旁边的房子啊一起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那这个香馆奉行所呢，它其实是以前的江户幕府将军，就是有点像公所这样子。那现在里面呢，就是做一些重现内部的房间，然后还有5人锅的历史。那现在快要下雨了，所以我们得要赶快离开了。对，就先不进去了。大家有空的话，告诉我们说，这里面好不好玩好了。现在来到函馆市热带植物园，身为比较热的地方来了，我们呢当然不是想要看这些热带植物，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卖点是看猴子泡温泉，我们赶快去看一下。觉得蛮有趣的。好好玩哦，看猴子在洗澡，而且我就发现说，他们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身上没有什么毛，然后看起来跟我们人真的还蛮像的。哇，好酷哦！而且他们互相帮对方抓虱子什么的，看起来很像是在帮老大按摩的样子。这感觉很像我们家儿子，然后在那边每天在弄姐姐的样子。哇，他好享受的感觉哦。看他的表情，好像是帮人家洗头发，然后还在跟人家聊天的感觉。其实也不是1年全年无休的，你都能看到猴子泡温泉，因为他们说，像在4月前后，如果小猴子们出生的季节，他们就会关闭这个让大家观赏这个，因为呢，过去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意外，母猴抱着小猴子泡温泉的时候呢，结果把小猴子给溺死了，所以他们就会先暂时停止这个活动。对，所以如果你们进来的时候不确定有没有猴子，你可以问一下门口的售票人员。现在外面下雨了，我们赶快躲进来。那这个其实就是热带植物园的本体，然后这边有一个温室，可是我觉得温室的温度没有我想象中的高现在大概是摄氏20度左右而已。我跟你讲，如果有下雨的话，其实你们可以进来参观，因为它的门票好像也不贵，对不对？对，我们刚刚成人票的话是1个人300块，那小朋友一定会更便宜的。小孩是100。这边我们看起来真的会有点小无聊啦，因为对我们来说呢，这些植物都是很常见的，不怎么稀奇。可是对于他们可能来说，就真的是还蛮稀奇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到这里，哇，就是全部都是圣诞树的那种感觉，可是他们每天在看啊。我们今天住在函馆的汤之川，那这间呢叫做 Hotel Benso， 它这边呢就是我们订的是1博20，晚餐早餐都很厉害 buffet， 然后呢温泉听说也很厉害。对，好，那价钱一样，明天吃完早餐再跟大家一并的讲，我也觉得是算划算的啦。这里一样有很棒的小卖店，这是他们泡温泉的地方，感觉也很赞哎。我们今晚住504号房。一开门进来有一个很大的玄关，然后跟所有日式的房间一样，它其实门有好几层，所以我们要再进去才可以看到里面的样子。我觉得这里面目前感觉非常的新哎。
它在预测的空间呢给的非常的精准，虽然小，不过看上去非常的精致。然后洗手台啊、用品啊摆放的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样子。然后进来呢，里面藏着一间干湿分离的淋浴间，没有浴缸的，因为这里的浴场就已经非常棒了。厕所浴室放在玄关的外面啊，比较不会打扰到正在睡觉的人，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的。我们今天订的是3人房，有2张110的单人床，它要并床应该蛮容易的。然后它会另外再帮我们铺一张就是单人的榻榻米。床头有 USB， 有插座各2组，然后开关也都设置在床头，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个平台可以放东西，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对贴心的设计。衣橱的空间很足够，然后这里面呢有保险箱，它已经帮你把这个浴衣啊，你需要的备品放在这里面了，而且还先打开，就让你一目了然，知道东西在这里，还蛮贴心的。而且我觉得目前我花这个钱还蛮值的。备品蛮厉害的，这个是免费的，应该是气泡水吧？对，而且还有小饼干。电视是 Sony 的，而且还可以看 Netflix。原来后面有一个小阳台，不过天气那么冷，这个阳台空间目前应该是用不到啦。目前看来啊，这个房间是我们住过所有温泉饭店里面啊，空间算不大的，因为通常这个门拉开来之后呢，这个外面的阳台都是可以利用的，但它就不行，所以显得空间呢是比较小一点点，但是是最漂亮的一间。我觉得它目前 CP 值还蛮高的，就是光房间。帮大家看一下阿嬷他们的房间。那因为我是订3人的，所以这边是帮他们订有个沙发床这样子，然后床是有并起来，大概是这样子。其他部分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这一间小一点点。玄关的部分这一间也比较小，然后它的浴室跟厕所是分开，甚至这边就是它的浴室。然后这个是它的厕所，我们今天的晚餐，这个 buffet 也太丰盛了吧！太厉害了，真的。可是我原本以为会有蟹脚，但没有。我觉得可能季节有关系啦。没错，但是呢，它的生鱼片种类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都很棒。等一下来试试看，再告诉大家。听说牛排很厉害。没错，我要赶快来吃我的牛排了。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牛排，油脂很丰富的样子。然后我刚刚本来想说，我这一盘呢，应该是什么牛之类，后来想，不对，它是成吉思汗，就是羊肉，终于有我可以吃的肉了。然后就是生鱼片类也都很厉害。然后我们吃一吃，跟大家讲怎么样。不免俗的问你，这有金华下午茶好吃吗？就是那种感觉，油脂分布很均匀，很丰富，基本上呢没有什么阻力，好好吃哦。这个是干贝酥。天啊，我刚刚还以为是什么炸鸡块之类的。它应该是真的干贝吧？应该吧。我们在台湾吃的干贝酥应该都是加工的，不过这里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干贝过剩的城市，要拿出假的应该蛮难的吧？真的。他们还有烤扇贝，可是我觉得它烤得太干了，有点浪费。他们扇贝太多了啦，不在意烤干的几个好吗？我真的看到有时候他们看到扇贝，真的会有那种嫌恶的表情。又是这个。对，可是你看到会喜欢的话，可能是从别的什么东京来的之类的。这个好吃，赶快吃，赶快吃！哇，它直接一拉就出来了。真的，你平常要在台湾要吃到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容易，而且这么大一颗，很鲜，对不对？哇，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是一个不适合讲话的状态，因为一不小心它就会滑进我的喉咙里面，吃这个要小心。它还有一点点透明的感觉。这真的是沙西米的，我觉得这个我好喜欢哦。
我知道甜虾在这里是很普通的东西，可是它真的是很新鲜，很好吃，跟那天我们在渔港吃的呢，真的是完全不会输哎。我知道拿握寿司很蠢，可是哇，干贝就是干贝很行啊。在这边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嫌恶设施之类的。这边可以现点盐味拉面。我平时都不知道你这么能吃哎。现在知道了吧？哇，真的是太强了！我帮你准备了一个盐味拉面。哦，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在韩馆吃到盐味拉面的时候，心中的感觉是说，哎，这不是菜拉米吗？一吃看像不像菜拉米？可是面条稍微不一样，就是可能这比较 Q 一点，拉面面条。先喝汤头，更有菜拉米的感觉。嗯。有菜拉米的感觉吗？我吃的那间很有名，叫滋养轩还是什么的。这个汤头啊，它的黑胡椒味还蛮重的，蛮像是菜拉米，然后你加了很多白胡椒。是我刚刚加的没错。原来是你哦。现在有没有汤底？有没有像菜拉米？有，蛮像的。你刚刚吩咐我拿这个。对，这个天妇罗呢，实在是太神奇了。它刚刚那个品名写说梅子什么东西的，然后呢，可是外观看起来超像鱼。那我吃下去之后呢，哇！吃给大家看，这是我要吃的。哦，里面浓浓的梅子味，包裹了山药，这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天妇罗，太神奇了。还有那个另外一个，这个的话呢，是整只的笋尖，然后就是天然食材味道，大家可以想象，很甜。它那一区好像都蛮厉害，有牛肉，然后成吉思汗，然后还有那个烤扇贝什么的，那一区都是厉害的。它其实就把精华集中在那一区了。这个蟹脚汤给你，祝你好好的蟹脚觉。我把。哇，你已经开始在吃甜点了。对，这个是这里推荐的吃法，在布丁上面呢加上牛奶的双麒麟。我想说，你刚刚是啼笑自己在上面加，原来是他推荐的。我看到那边有人弄过来，然后我想说太有创意了吧，结果我看到那边就有牌子告诉我们说可以这样子用。那我等一下也要直接吃布丁，我本来想你这样，看起来就不好吃。你就不要这样吃好了。这牛奶双麒麟有够好吃，奶味很浓，然后呢带有一点点的咸味，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东西。那你合在一起吃？哦，这样我不行，我一定要分开吃。分开吃好，对不对？就是有点性质太相近了。我们终于吃完了，我现在跑到他泡温泉的休息室来休息。超饱，万一等一下睡在这边怎么办？这个晚餐你觉得在台湾的话，你会花多少钱愿意来吃？800多块吧。我也是差不多800-900块，我觉得有这个价值。超喜欢在日本住这种1泊2食温泉饭店，因为你可以泡个温泉啊，洗完澡之后穿得轻轻松松的，穿个拖鞋就出来吃饭。然后像我呢，就是为什么穿着浴衣，是因为第一个。我怕我等一下吃太饱了，然后就是肚子会非常的紧，然后再来是说，就是也不怕弄脏衣服什么的。当然我还是会很小心啦。但我觉得它的生食熟食啊，分数都蛮平均的高，然后保温效果都做得很好。那种类的话呢，我觉得也是算足够了，每一种东西都很好吃。那这一间目前来说，晚餐我去推。明天再讲早餐，我们吃完早餐再说。哇，他们休息室竟然还有葡萄汁可以一直无限喝。
来吃早餐了。我觉得早餐呢非常丰盛，食材基本上呢跟昨天晚上看到是一样的，但是呢用同样的食材去变化出不同的菜色，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给的很有诚意。对，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说。原本干贝都是寿司啊，它就早上就直接让你自己夹，所以我觉得又突然就想吃了，因为我本来想说哇，昨天晚上吃这样，一早起来这样吃得下去吗？我跟你讲，我刚刚在刷牙的时候，我也暗自想说，今天早上我不要再吃生鱼片了，结果我还是夹了满满的一盘。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我真的没有吃，我真的没有吃生鱼片，我夹的都是其他的东西。对，我觉得哇，干贝这个感觉就很爽，然后蟹肉什么的。我们昨天就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晚餐这么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啊？原来它是拿来做变化用的。不是，就是如果让你2餐都吃到的话，真的会太腻了。再来呢，它有这个汉堡啊，跟三明治啊，我就觉得哇，整个面包区呢都变得丰富了起来。不然平常我们看到面包可能都不会去拿的。基本上是算是一个特产，像那个面包，它可能就是想说，做一个像小丑汉堡这样子，然后小的版本的汉堡。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些老店的咖喱啊，可是因为里面有牛的成分了，所以你就没拿了嘛。对对，没错。但是我看蛮多人有拿，应该是非常有名的店，叫舞蹈轩还是什么的。哦。好，那其他的部分应该都差不多啊。我们吃一次再跟大家讲价格啊，然后吃起来感觉怎么样？不好意思啊，放毒一下，这是我的早餐哦，我的圣手冻啊，应该会觉得我很过分吧？哇塞，你也要放毒啊！这一碗要不要卖500块？我觉得它的生鱼片冻这些的品质啊，比有些外面在卖的还好。我觉得这几天吃下来啊，还是这间的早餐最厉害。没错，而且它的这些生鱼片的品质，我觉得是最好的，水准最高。对啊，我真的觉得有在外面你要单点一碗一碗的那一种品质。但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它早餐要分流，然后像我们是吃8点时段，可它却然告诉我们说9点餐厅就关了哦。这么棒的环境，然后就是觉得稍稍有点不够时间吃早餐。可是他的早餐真的很棒，我爸刚刚拿一大堆，我看他吃，哇，太厉害了，就是拿得超丰盛的。你看我爸是不是很像在做大胃王挑战之类的？我跟你讲，而且很多盘子他都已经收走了，超强的。哇，继续来我的干贝冻啊，超赞的。这一晚住宿的价钱呢是21500日币，换算成台币大概是4900块左右。那我觉得它的早餐跟晚餐呢阵容都非常的厉害，早餐的生食级干贝呢甚至比想想的等级都还要高。对，我觉得那个干贝非常的好吃鲜嫩。那我们订的其实都是3人房哦，就是其实是3个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对，给大家参考一下，早晚餐都非常的棒，然后住宿啊、温泉都特别细致，给大家参考咯。我们现在来到北海道倒立公园，这个是道南的四季之渡公园。那倒立公园呢，它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很好玩的是，小朋友听到倒立公园呢，都以为是那个倒立。好，那这已经是我们收集不知道第5个还是第6个倒立公园了。那像我们昨天收集的那个喷火湾公园也是一样。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游具哦都会非常的厉害。你看，像这个样子。对，那这一个它好像是唯一我们碰到没有室内的。倒立公园在设计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风景一定是非常的优美，因为他们在设计公园的时候呢，一定会考虑全年龄层的族群，不会只为了单一年龄层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设施。从这个场地来看啊，它枫叶期一定很棒。那我们刚刚开车进来的时候，我其实看到蛮多棵樱花树，那我在照片上面也看到蛮多人来这边赏樱了。我觉得如果是过2个礼拜，大概4月底来的人，应该是可以看到樱花的哦。
日本人赏花的花样是非常的多，你看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烤肉，他已经准备好那个烤炉给你，很棒哎！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假日烤肉，然后小朋友玩一玩来吃那种感觉，不用想太多要去哪里，去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其实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像这样，但是那个场地是要付费，但蛮烂的，所以我们后来都没去了。然后我觉得日本最有特色就是这种云朵跳跳床，因为我觉得台湾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没有这个因为这个非常好玩我自己玩我都觉得好开心哦。那么开心。我们现在来到大沼国家公园，它位于居岳山脚下。那居岳山呢是活火山，我们最近呢在饭店里面喝到了蛮多居岳山的牛奶。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要游览它的岛湖风光。你看哦，像这个景啊，拍照下去真的是非常的美。你就算是超不懂拍照，也可以拍出很美很美的照片，因为主要是它的前景、中景、远景啊，全部都帮你拍好了。它拍起来呢，就像是我们去泡温泉，有没有那个后面瓷砖上面会贴那种假的壁画一样的漂亮。很漂亮，它就是前面就有湖景，然后又有树，中间有小岛，后面有大山，真的很漂亮。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来呢，是它最丑的时候。它在秋天的时候可是赏枫名所哦。像这个周围呢，我们可以在附近散散步啊，你也可以租自行车，甚至呢，它还有游览船可以坐，你可以欣赏这个湖上面的风光。我跟你讲，后面那一座山啊，还有这些小岛啊，全部的那个都会红红一片，火红一片，非常的美。秋天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火红的秋天，然后在那个树下，在这个沼里面漫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些景致啊，也是会诱发一些感触，就是平常不太怎么思考人生哲理的人呢，看到这个景呢，都不禁开始思考了起来。其实我也是有思考，就是思考说，今天早上要吃干贝还是鲑鱼？烦死了，鲑鱼卵。这个国家公园超级大的，然后你里面啊，怎么绕都绕不完，而且到处走到哪边都是风景。你看，我这边抬头，哇，随便一看都是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是很值得来走一趟的，尤其是秋天跟冬末好了，因为冬天雪太多也不好走。随便走，到处都哪里都很好拍照。你看我这样子哦，哇，你看这又是一个很漂亮的景了，对不对？国家公园很大，基本上是零死角的美景。不过呢，现在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只想赶快回到车上。如果有机会让我在秋季来到北海道的话呢，这个景点是我会想要再来看的地方。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湖泊，然后沼泽，你就是到处去走，到处去拍就对了，一定不会失望的，一定要来。好啦，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这是我睽违10多年后再一次回到函馆。以前总觉得这座有点旧旧城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但这次的再访已经是为人父的我，带着孩子走访这些温馨又佛心的小景点，父母也能在优美的风景中找到喜欢的角落。白天轻松的散步，看看风景，傍晚回到饭店泡个暖乎乎的温泉，再走进餐厅，一口口享用丰盛的生食海鲜。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我最喜欢的度假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也喜欢这样的度假方式吗？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啦。